他是俄罗斯新兴的能源大亨，风光无限，掌握着庞大的财富帝国。而她则是混迹街头的风尘女子，出身贫寒，命运坎坷。Back in Russia, she was a prostitute. 两个来自截然不同世界的人打破偏见，组建了家庭，但最终却未能逃脱命案的阴影。They found Boris's body floating in a cardboard barrel in a marshy area in an inlet off Jamaica Bay. 结婚17年后，丈夫在美国惨遭杀害，而妻子过去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财富的斗争，欲望的纠缠，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凶手究竟是谁？动机又藏在何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纽约市5大行政区之一的史泰登岛。史泰登岛位于纽约港南端，与曼哈顿隔水相望。相比其他行政区，这里生活节奏更加缓慢，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居民多以中产家庭为主，是一个典型的美式郊区社区。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鲍里斯，1953年出生于莫斯科，是后苏联时期迅速崛起的一位新兴能源大亨。他的背景颇为神秘，最初靠黑市贩卖稀缺物品起家，后来开始涉足航空煤油供应业务。早在30岁左右，他便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保守估计身家至少超过1000万美元。鲍里斯的妻子名叫艾琳娜，两人年龄相差13岁，相识于1983年前后。那年鲍里斯已经成家立业，是众人眼中成功的典范，而艾琳娜年仅17岁，家境贫寒，寄居在城市边缘，平时靠地下风俗行业勉强维持生计。两人的相遇并不浪漫，据说只是一次金钱促成的交易，但艾琳娜敏锐地抓住了机会，给鲍里斯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之后，他便成为了鲍里斯的私人伴侣。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最终在1994年正式结为夫妻。Back in Russia, she was a prostitute, and I guess he hooked up with her and fell in love with her.For whatever reason, and married her and took her here. 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国内局势一片动荡。鲍里斯所经营的煤油生意很快成为新兴寡头和犯罪集团竞相觊觎的目标，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也开始频繁发生。虽然鲍里斯已经身经百战，本身并不惧怕面对危险，但毕竟他不是孤身一人，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妻子艾琳娜。所以综合考虑后，鲍里斯在1992年将艾琳娜安置在了美国纽约，而他自己则留在了俄罗斯继续经营生意。接下来的几年里，鲍里斯经常往返美国与艾琳娜团聚，尤其是在2个孩子出生以后，每月他都会抽出1周时间留在美国陪伴家人。除了感情上的支持，鲍里斯在经济上也毫不吝啬。他为妻儿购置了名车豪宅，甚至还在美国存入了大约500万美元，用于应对各种开支和生活保障。 His house, the downstairs was palatial, the upstairs, unbelievable. That pool was like one of the biggest pool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and it was in his house, which just floored me. 然而，尽管鲍里斯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出于安全考虑，但他亲手构建的一切却将自己推向了危险的边缘。8年后的某天，鲍里斯像往常一样飞抵美国，之后便突然消失了。2000年4月2日上午10点左右，史泰登岛警局接到了来自艾琳娜的报警电话，她表示丈夫鲍里斯已经失联超过1周，希望提交一份人口失踪报告。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前往了艾琳娜的住所，了解事发经过。据她所说，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3月24日。那天晚上，他们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第二天早上起床后，鲍里斯连同他的汽车就都不见了。起初，艾琳娜并未在意，以为鲍里斯可能一时赌气出走，或者临时有事回到了俄罗斯处理生意。于是接下来的1周，他按照原定计划带着2个孩子去了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世界度假。整个假期期间，鲍里斯始终没有联系艾琳娜，而艾琳娜还是抱着原来的心态，并未过于担忧。直到假期结束后，鲍里斯仍然了无音讯，家中也没有他回来过的迹象。这时艾琳娜才意识到情况可能有些不同寻常。
随后的几天，艾琳娜尝试了各种办法寻找鲍里斯，但最终一无所获，这才决定报警求助。简单了解完情况后，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工作，整个过程进展得非常顺利。当天晚上，警方便通过出入境系统确定了鲍里斯仍在美国，并且发现自从他失踪后停止了一切消费和社交活动，这在警方看来是明显的遇害迹象。接下来的几天，警方根据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找到了鲍里斯的汽车，这辆车被遗弃在了纽约布鲁克林的布莱顿海滩。尽管车内没有明显的犯罪痕迹，但布莱顿海滩素有小敖德萨之称，在上世纪90年代被认为是俄罗斯犯罪组织活跃的据点，所以警方认为鲍里斯可能遭到了俄罗斯黑帮的杀害，尸体或许就被遗弃在了附近的某个地方。果不其然，不到3周后，警方根据群众举报，在距离布莱顿海滩不远处的牙买加湾发现了一个装有尸体的纸质空运桶。经过身份比对，死者确认为失踪的鲍里斯。尸检结果表明，他死于近距离头部中枪，后脑还出现了骨折现象，明显是先遭到钝器袭击，随后被枪击致死。值得一提的是，警方在同一天还发现了另一具俄罗斯裔男子的尸体，该男子名叫尤里，同样死于近距离枪击，尸体也被遗弃在了海滩附近。表面来看，两起案件高度一致，几乎不太可能是随机谋杀，更像是警方之前推测的俄罗斯黑帮犯下的命案。当然，警方最初也是这样认为，但经过调查后，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首先，鲍里斯在美国没有从事商业活动，也没有任何违法记录，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不太可能与黑帮组织产生纠纷或者存在联系。其次，凶手处理尸体的手法相当粗糙。鲍里斯的尸体之所以被群众发现，主要是因为装尸体的纸质转运桶在海水的浸泡下发生破裂，尸体暴露在外，并被冲到了浅水区。所以警方认为，作案者不仅缺乏处理尸体的经验，而且也没有基本常识，明显不像是黑帮所为。更为重要的是，警方很快侦破了尤里的谋杀案，也就是与鲍里斯尸体同一天被发现的那名俄罗斯裔男子。实际上，他是因为目睹了室友杀害一名性工作者而被灭口，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综上所述，警方排除了黑帮作案的可能性，也了解到鲍里斯在美国的人际关系简单，没有明显的外部矛盾。于是接下来的调查重点转向了鲍里斯的妻子艾琳娜。通过走访熟人和邻居，警方了解到艾琳娜平时的生活相当惬意，她不需要工作，每天只是吃喝玩乐，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犯罪动机。但引起警方注意的是，艾琳娜存在婚外情，而且她的情人弥赛亚是一名街头混混，曾因贩毒、抢劫等罪名多次入狱，有着一连串复杂的犯罪历史。更关键的是，据邻居反映，自从半年前开始，只要鲍里斯离开美国，弥赛亚就会搬到他的豪宅，与艾琳娜以及2个孩子共同生活。显然，弥赛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婚外情的范畴，警方有理由怀疑他与本案存在关系，作案动机可能是想取代鲍里斯。基于上述发现，警方立即对弥赛亚展开了审问。弥赛亚承认他确实与艾琳娜存在不正当关系，但强调这段关系并非情人，只是各取所需的交易式伴侣。据他所说，2人大约在案发半年前相识，当时弥赛亚正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寻找猎艳目标，结果刚好遇到了迷路的艾琳娜。经过一番交谈，弥赛亚了解到艾琳娜非常富有，且丈夫鲍里斯长期不在身边，随即萌生了傍富婆的念头，而艾琳娜正好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于是2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为了生活伴侣。接下来的6个多月，弥赛亚依靠艾琳娜过上了相当奢侈的生活，除了有机会住在价值数百万的豪宅，艾琳娜还为他购买了一块价值7万美元的手表以及大量奢侈品，甚至还计划再赠送一辆劳斯莱斯作为代步工具。 Elena was attempting to buy him the $100,000 Rolls-Royce。 然而，正是因为艾琳娜出手过于大方，她的一系列消费很快引起了鲍里斯的注意。实际上，鲍里斯很早就通过邻居听说了艾琳娜的风言风语，但最初并未相信。
直到事发前几天，他通过私家侦探调查后，这才确认了艾琳娜确实存在出轨。按照弥赛亚的说法，两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争吵，并且鲍里斯提出了要与艾琳娜离婚，时间就在3月24号晚上，也就是艾琳娜自称最后一次见到鲍里斯的那晚。然而，关于两人争吵之后的事情，弥赛亚则表示并不清楚，也否认与本案存在关系。他声称那晚自己一直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家里，从未去过史泰登岛。警方显然不会相信弥赛亚的说法，因为一旦鲍里斯提出离婚，艾琳娜很可能会为了挽救婚姻抛弃弥赛亚，而且即使真走到离婚的地步，按照财产分割原则，他至少也能分得一半的财产。但弥赛亚作为第三者，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面临被艾琳娜抛弃的风险。所以警方认为最不希望离婚发生的人正是弥赛亚，他有充分的动机杀死鲍里斯。当然，作为配偶的艾琳娜同样具有犯罪动机，但当时警方的关注重点主要是弥赛亚，并且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很快发现了相关证据。首先，根据弥赛亚的朋友所说，弥赛亚在案发前不久突然对射击产生了兴趣，他曾多次去过射击场练习枪法，这一行为非常反常。其次，警方通过大量走访调查，最终确认了装有鲍里斯尸体的空运桶来自当地的某个商店，店主明确表示买桶人正是弥赛亚，购买时间为3月25日，也就是鲍里斯最后一次出现的第二天。掌握了相关证据后，警方再次审问了弥赛亚，这次他很快改变说辞，将矛头指向了艾琳娜。She was like, I killed him, he was hitting me, I need help, I don't know what to do. 弥赛亚表示，杀害鲍里斯的人其实是艾琳娜，而他只是事后帮助艾琳娜处理了尸体。事情的起因是3月24号晚上11点，艾琳娜突然打来电话说家里出事了，让她赶紧过来帮忙。于是不明所以的弥赛亚开车来到了艾琳娜的住所，结果发现鲍里斯中枪倒地，死在了地下室。而艾琳娜所说的帮忙，实际上是让她处理尸体。起初弥赛亚并不愿参与，但艾琳娜一再哀求，并且声称她是因为出轨遭到了鲍里斯的家暴，迫不得已才开枪反击。这番话让弥赛亚感到自己也难辞其咎，所以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当天晚上，他们彻底清理了犯罪现场，不仅擦掉了墙体上的血迹，还割掉了沾染血迹的地毯。第二天早上，弥赛亚又到五金店购买了装尸体的空运桶，并在晚些时候将其沉入了牙买加湾。整个抛尸过程，艾琳娜并未参与，因为她要制造不在场证明，所以一大早便带着孩子们去了佛州度假。以上就是弥赛亚描述的全部内容，他只承认处理了鲍里斯的尸体，并不清楚事发经过，也不知道凶器被藏在了哪里。正是因为这些关键细节的缺失，警方无法判断他是否真的只处理了尸体，还是试图将责任转嫁给艾琳娜。于是警方传唤了艾琳娜，进一步了解案情。 I'm wrong. I had an affair. He decided to divorce me. He gonna kick me out of the house. He gonna take my children. But the guy came back and said, I'm gonna forgive you. I would never divorce you, but you have to stop doing this. He never wanted to divorce me. Never. Masai knew for 1,000,000% that the Boris would kill him. It was not even a question.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 knew Masai just was trying to be first. 艾琳娜很快否认与本案有关，并表示她与鲍里斯早已重归于好，根本不存在离婚或感情问题。相反，随着两人关系的修复，弥赛亚不仅失去了艾琳娜的经济支持，还开始担心鲍里斯可能实施报复。正是出于这两方面原因，弥赛亚选择先下手为强，杀死了鲍里斯。根据艾琳娜的说法，弥赛亚在3月24号晚上通过备用钥匙潜入了他们的住所。随后的某个时间，他利用鲍里斯去地下室的时机，先用钝器猛击了鲍里斯的后脑，然后又用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将其射杀。作案后，弥赛亚上楼来到卧室，开始威胁艾琳娜，声称如果艾琳娜不帮助他掩盖犯罪，他就会伤害艾琳娜的2个孩子。艾琳娜没有办法，只能被迫妥协。
随后他协助米塞亚清理了犯罪现场，9天后又向警局报警，谎称鲍里斯失踪。艾丽娜声称整起事件完全是米塞亚一手策划，而她只是出于保护自己和孩子被迫参与。鉴于艾丽娜和米塞亚各执一词，而警方又无法通过现有证据直接确定凶手，尤其是最主要的作案凶器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他们只能通过验证双方的说法来判断到底谁才是真凶。首先接受核查的是弥赛亚，警方调取了他的手机通信记录以及前往史泰登岛的通行记录，最终确认他确实是在3月24号晚上11点接到求助电话后才前往了艾丽娜的住所，这与他之前的陈述完全一致。接下来警方又核实了艾丽娜的说法，首先她声称自己早已和鲍里斯重归于好，两人并不存在感情或离婚问题。但鲍里斯的朋友却表示，鲍里斯不仅没有原谅艾琳娜，反而在积极准备离婚。他在案发那晚曾亲口向朋友说过，他要拿走所有的钱，一分都不会留给艾琳娜，还说让来自街头的艾琳娜滚回原来的地方。鲍里斯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仅是因为艾琳娜的背叛，更是因为他将情人弥赛亚带回了家里同居，这给2个年幼的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心理伤害。He told me about his intention. Intention was just to take everything from her and throw her away back to the street, and that was his intention, to punish her, to take away everything, her kids, money. 其次，艾丽娜还声称弥赛亚是整起事件的策划者，从安排外出度假到谎报鲍里斯失踪，全都是弥赛亚为了掩盖犯罪所采取的手段，而他只是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被迫参与。然而艾琳娜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她在外出度假期间不仅联系了地毯商人更换家中的旧地毯，而且还主动给弥赛亚打了上百次电话。这一系列举动更像是他在掌控全局，指挥弥赛亚处理尸体，而非他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被迫参与。此外，警方还了解到，事发后鲍里斯的家人曾多次询问过艾丽娜为何联系不上鲍里斯。最初艾丽娜找了各种理由搪塞，后来由于鲍里斯住在美国的哥哥直接找到了艾丽娜，艾丽娜实在无法继续隐瞒，这才向警局谎报了鲍里斯失踪。所以艾丽娜报警也并非是弥赛亚的主意，而是受到了鲍里斯家人的压力。综上所述，警方最终认定艾丽娜是杀害鲍里斯的凶手，她的犯罪动机正如之前所说，主要是为了避免离婚，担心失去原本富裕的生活。I would just say she was a calculating murderer. Yeah, that very greedy. That wanted all of Boris's money, and she was willing to kill Boris for it. They said I shot the man. I never touched a gun in my life. I don't even know how they look like. 2002年6月6日，案发2年后，本案开庭审理。尽管检方对艾琳娜的指控证据相对充分，但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且具体的事发经过尚不明确，尤其无法确认鲍里斯是否曾对艾琳娜施暴。最终法院仅以2级谋杀罪和篡改证据罪判处艾琳娜22年至终身监禁。弥赛亚因为认罪态度良好，并且积极配合检方指控艾琳娜，最终他仅被判处1到3年监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